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宝，欢迎来到宇宙闺蜜。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的企划，自己嗨。身为宇宙闺蜜的这个主理人呢，我今天想要给2位一个员工福利。谢谢。你有问过我们吗？没有，但我觉得你们这些身心灵界的人不能忘记锻炼身体，身体是很重要的。我有啊，我每个礼拜有锻炼1次。来。我没有，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今天呢，我就要带来一个就是非常厉害的一个项目，叫做脉轮体雕。有听过脉轮吗？有。有听过雕塑身体吗？有。有听过加在一起吗？没有。好，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我觉得很酷的教练 Davis。嗨，大家好，我是无波的 Davis。这个脉轮体雕系统的话，就是有结合脉轮跟脉轮的连接，然后加上我们的健身的动作来做一个健身的训练。因为呢，我跟凤凰还有栗子，我们3个人对于就是重量训练的程度跟那个资历不一样，对，所以呢，我想说呢，我们3个人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做重训的时候结合脉轮以及结合颂钵，加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今天就交给你训练他们喽。好，没问题。Yes， 我先退场啦，2位加油，加油，教练拜托你了。 OK， 没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教你们就怎么去启动我们的核心。好，那脉轮体雕这个课程，我其实是从一本书上面学到，开启你的惊人天赋，是 Joe Dispenza 的一个，他算是脑神经科学家写的一本书。那它上面就有写到说，那我们在启动核心肌群的时候，我们下3脉轮的能量也会被启动。那就跟我们的原本的这些专业做结合之后，真的有一些很神奇的功能开始发现。那核心的构造，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对不对？360度的空间，把它想象成一个可乐罐。OK， 那可乐罐就对应到我们这个地方，这里。好，那可乐罐有上面1开罐的部分嘛，然后有一层皮，还有下面的这个底部的地方。那我们先从底部开始讲，底部对应到我们的这个肌肉叫做骨盆底肌群。好，我讲直白一点，它就是做憋尿跟假大便的动作。对，它就像个网状结构，然后它用力的时候会像一个网状这样拉起来的感觉。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旁边有层皮嘛，对，这个皮就是腹横肌，它是一个我们身体天然的腰带，它大概在核心中层底层的地方，那它用力的时候会把你的核心这样整个收住。那上面1开罐的部分对应到的是我们的横膈膜，那横膈膜其实我们用呼吸去练就好了。好，通常中立位我们的这个腰的这里会有1根手指头可以插进去的距离，这一般人的中立位会是长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要在吐气的时候帮我做一个动作，就是憋尿跟假大便。好，你可以去感觉一下，你加上这个憋尿的时候，你的这边的肌肉可能会变硬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要加上你们手摸的地方，现在是第2层开始加上去，所以我们吐气的时候，你的腹部帮我用力往你的脊柱收起来的感觉。所以只是对往内收而已。对，收小腹。对，接下来这个会比较难一点，你们试试看第3层，帮我侧腹部一起往内收。你们可以先咳嗽一下，对，你们慢慢咳嗽的时候，它有这个肌肉收起来的感觉。又要憋尿又要咳嗽。对。好，我们现在3层一起加上去，所以等下吐气的同时，帮我做憋尿假大便，上下腹跟侧腹一起往内收。好，360度了，收缩。好，来吸气。好，吐气帮我做憋尿假大便，上下腹跟侧腹一起往内。对，收好哦，很好。OK， 吸气放松。好，所以我们要练到说，你可以把肌肉收着，然后气上下不断的进出。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难呼吸，是正常的。你要把它练到说，你可以收着，可以把呼吸吸到你的肚子。接下来课程我们会说收核心的时候，你要帮我做到这些全部的事情。好，这是第1步。好，在这个系统我有个很特别的，我加上了一个脉轮叫做地球之心。那我在做推拿的时候，其实也会连接地球之心去把这个气卸掉，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蛮好用的。那在接下来的这个脉轮体雕的系统里面，我会把它用来做滋养物质肉体的这个功能。对，因为它地球之心脉轮它可以连接地球母亲的能量，然后我们会把这个能量串接上来到我们的下3脉轮，然后扩展到整个核心。那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连接。它原本的理论是脚下，就是我们脚有一个涌泉穴下面的30公分。所以，因为我们今天坐着，所以你只要想象你坐着的下面正下方的30公分的空间就好。好，那我们就开始哦。好，眼睛轻轻的闭起来。我们先做深呼吸，吸气，
吐气，开始放轻松。吐完这口气，你的身体会瞬间进入到潜意识的放松状态，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安全。每个呼吸都会让你的意识更加的深沉，更加的放松。接下来，邀请各位用你丰富的想象力还有注意力，慢慢的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眉心的位置。当你感觉到眉心的时候，整个头部都会完全的放松下来。当连接地球母亲有什么样的感觉吗？就我有看到那个30公分的地方有一颗球然后是白色光，但是有红色围绕，然后正在发热。然后我会感觉到我身体不是只有从脚底有2条线下去，是4面8方的线一直连接着它。对。然后也有一个整个宇宙在照看你的感觉，我到现在都还在麻。就是他们会用一种很关爱的眼神吗？然后看着我们在做的一切这样子。那栗子有什么感觉吗？我刚刚一直觉得我快睡着了。我刚刚看你好像度咕，这么快？栗子刚才度咕的很明显，真的假的？我有拍到特写，这么快耶？超夸张。对，我觉得这波也蛮特别。一般有些波可能它比较 power， 或者是它有一些比较侵略性一点点的波，但它就是真的就是半梦半醒间，对啊，对，就带你去了舒服的地方。对，这个算是我的辅助工具啦。对，那平常如果没有波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个，因为我本身是 NGH 的催眠师，所以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带大家去做一个引导。对，那有波的话就更加分。听说这个 part 可以欺负他们，所以我就进来了。好，我等一下要做的这个叫做缩阻运动，它其实很简单，它只是把脚用力的踩在地板上面，然后去启动4个区域的不同的肌肉。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下4个区域的肌肉是什么。核心是第1区，所以我们刚刚念的那个憋尿夹拉边上下腹跟侧腹一起往内。第2区是我们的足脚部，那足脚部它有一些重点，要帮我记一下哈。我们这边有一个骨头叫做髌骨，然后中间切一条线往下。要对到你的第2只脚之间，好，然后膝盖保持微弯，不要打直哦，稍微微弯一点。好，然后接下来足部我们稍微说一个重点，通常会有3个的足部重心，大拇指下面肉球、小拇指肉球跟脚跟这3个点会形成足部的重心，所以我们这3个点要平均的把它踩在地板上。好的。然后脚趾帮我用力往下踩就好了，不要抓，用力踩。好，第3区是挺胸跟手握拳，很多人挺胸会想说是往前，它其实是要往上。所以你想象我们的这边是锁骨的正中心有一条线往上拉，然后接下来呢，我们2个肩峰这边，肩峰这2个地方要往后下，对，所以我们会形成一个3角形嘛，三角形会变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手握拳，然后这个是挺胸跟手握拳的重点。我觉得我要起飞了哈。好，然后第4区是我们头颈部，头颈部怎么用力呢？就是简单的做一个舌顶上颚就可以了。瑜伽里面很常做这个动作，因为它会为了接气。他们研究显示舌顶上颚的时候，我们的头颈部的肌肉张力会大概增加20-30%左右。OK， 好，我们先放轻松。然后接下来呢，我先找大宝示范一下。好，来。一样的动作，来，核心收，然后脚踩。很好，我要开始挑战喽。大宝就是这边他其实有点 hold 不太住，也代表他的右腰这边其实是有一些状况。他下盘蛮稳的。对，他下盘蛮稳的。果然是金钟登山摄影师。憋尿跟那个可以推了吗？我的地球之心已抛弃我。听说最近有瘦嘛，是不是？慢一点。他说要慢一点啊。想被打。脚有点往下踩，哎呦，等一下，我真的，你很轻哎。对啊，你也知道哦，很厉害的。我真的超大力的，真的不会动哎。他真的不会动哎，好像怎么不动
趁机偷偷摸一下哦。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现场。通常这样子一个就是我们需要自己练习撑多久一次？通常我们会10秒，然后做3组，最好可以每天做。每天做，像我自己是吹头发的时候，就这边。很多人会觉得要训练要拨出一个时间，他们会觉得很困难。所以我都跟学员说，你就把它融入到你日常生活，因为这个动作其实它不需要重量，然后它只是很简单的前后弓箭步而已。那练这个可以做什么？它就是稳定你的核心，然后加强你的这个串联感。对，因为很多人在做动作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想到上下其实会有关系。对，他可能只想我要练这里就直接做这里，可他其实我们身体上下都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个动作也可以简单的练习我们的核心肌群嘛。对，它是算一个核心启动，刚刚是前面教的嘛。对。然后它是把全部的东西串联起来，然后这个东西可以直接转移到你的原本的训练里面，就任何的动作都可以。那我不需要每次都启动那么长，对不对？前面那些东西我其实就是练这个动作就好。对，知道的话就可以用缩组的这个训练系统直接把全部东西。我觉得炖汤的时候可以做，反正你就在那边顾火嘛。你老公就说你在干嘛？你生气吗？不能讲话。对，可以讲话其实。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加强你最基础的就是核心稳定，还有全身的串联。对，然后加上这个，我觉得脉轮的这个意念进来之后，我很多学生是有反馈说，他们觉得整个动作的稳定性会提高很多，所以他们会更知道自己在干嘛。因为如果没有叫他们就转移注意力的这件事情的话，他们的注意力会有点四散出去。所以像刚才观想那个地球之星，等于是也把我们的意念往下定锚之后，整个人就稳定了，所以他就不容易被推倒。这样可以这么说，可是还有另外一层问题，就是你原本的身体可能有些状况的话，所以这个时候我会用我的这个就是推拿还有一些肌肉测试的东西再下去做处理。能量是可以测出来说你的物质哪里卡住，对，那物质就是用物理的方式来解决。那关于粒子全身弱的部分，你的问题是？我觉得它配合中药，没有，因为体虚的部分就，因为它的气色看起来是气很虚的对，所以我会建议他可能要配合中药那边做调理，补气，对，补气的。了解。那我的部分呢？我刚刚感觉你的意念会一直往上拉，所以你的重心会拉不太下来。对，所以你就平常要多去连接地球之心的这个。我要跟他当好朋友。对。的，那大宝只有右边有一点。右边的那么我就比较偏物理性的，就是你的右腰这边可能有些状况，所以可能要去做一些调整。对。好。所以这次的员工福利是有满意的吗？我觉得很好，因为刚好他今天教的就是我平常重训我的缺点。就是我平常在练习的时候，就是真的很容易站不稳，然后膝盖会内缩啊，各种，然后可能腹部呼吸就腹式呼吸的时候也做得很差。那我觉得今天就是一整套下来之后，我好像更知道怎么去让这整块是充满力量的，好像这边核心稳的时候，动作就好做很多。我发现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 Davis 学了非常多东西，但我还没有让他好好介绍他。是。那 Davis 可以给我们就是介绍一下你自己。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考到了第一张那个教练的证照，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在健身房兼职。然后后来就因缘机会，我跑去航空业待了7年。我们健身教练证照其实他都要续证，就2年要续一次，就是陆续考了非常多的证照，还有一些研习这样子。然后接触身心灵，我大概是5年。就从2019年底一直到现在，就是为什么会发展出这样子的系统？就是我发现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瓶颈没办法突破。就是比如说他只看到别人的体态很好，然后他想要去追求的目标，可是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动机是什么，就是他内在动机其实是更重要的，而不是外在的动机。所以我就开始去寻找这个内在动机到底要怎么去激发他们的这个模式跟状态。然后我就开始接触了身心灵，对，那身心灵就五花八门的各种系统。那因为我是从学身体开始出来的，所以我从颂钵开始接触，然后后来又学了催眠，对，然后陆陆续续又学了什么塔罗占卜啊等等的，对，那就现在有一个工作是在台北车站后站那边，对，那这套系统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可以，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把你的注意力更抓回你的自己的身体。
像我自己想要重训，是因为我不希望我老的时候包围我骨头的是脂肪，所以我一直都是为了这件事情在做重训的。因为我平常很忙碌，所以重训是我唯一脑袋不用思考的时候，所以就是很涣散。你在做的时候其实都很涣散，对，很涣散。但我可能就只能注意到呼吸啊或什么。所以我刚刚在过程中有说，就是如果学会这个系统的话，其实我发现平常的时候你也可以做这个憋尿练习核心的动作，不一定要整个就是整套在那边蹲，因为我超讨厌分腿蹲。越讨厌的通常就是越需要加强的。没错，没错。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其实今天这样练下来，我觉得我好像可以不用花很多心思在这些关注，但是我把它练习好之后，好像就是一个指令，我可能被他催眠了。一个指令之后，我就可以让这边一起收紧。对。然后我觉得其实真的好像核心稳了之后，就是上面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就变少，然后变得更专注在某一些你现在想要训练的动作，我觉得很棒。我之前在爬山拍摄的时候，其实也会有遇到一样的问题，就是上半身、下半身，然后一直就是核心都没有用到力。然后后来就是真的就可能在教练啊等等的去练习之后，才发现我脚的出力其实要从核心开始去做，而不是只是从臀部而已。其实身心灵很多人都很注重在追求心灵，可是其实大家都很忽略身体，其实真的很重要。那今天 Davis 有这样子的经验背景，然后再结合身心灵大家可以理解的语言，然后带领大家透过更专注、更觉察的方式去做这个健身的时候，有一种好像就是事半功倍的感觉。那 Davis， 你的学生里面有没有分为，就是说没有接触身心灵跟有接触的？大部分都是没接触过身心灵，因为1对1其实有蛮多时间，就组间休息可以聊天嘛。我就会开始跟他们补充脉轮的知识。对，1对1他不可能只上一堂嘛，通常会是一个计划，一个 program， 他可能就上3-4个月之类的，他就会慢慢的对这些东西开始有个概念，对，然后再去带入这个连结的部分，他就会觉得很有感。对，像我有些学生，他们可能已经重训5-6年，然后又回来找我，甚至在外面有找过其他教练了，他们就会觉得，我这边教的东西很不一样，因为有带很多这种意向或者是注意力的东西，然后甚至他们觉得因为我本身有学过一些营养的东西，那我会给一些大方向的建议。那我就有个学生，很明显他1个月只有戒糖，然后加上每个礼拜上我1次的教练课而已，他的腰就完全瘦下去。那所以我听到，其实你的课程是有1对1的训练，对，然后只有1对1吗？还是也有1对多的，算是全新的团体课程，那也是每个礼拜1次。对，怎么了？没有，我就是想到就是一群人来一起憋尿，脚到便，憋尿，脚到便，然后说那个凤凰，你是不是需要尿尿？先去尿，尿完再回来憋，不要偷看我的膀胱。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提点，然后也会知道说我可能真的用错力，或者是我其实不小心放松，我没有注意到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团体课程大概是几个人？我目前是小班制，因为你们刚上就知道我其实每个学生我都会顾到，所以我不喜欢太大班的，所以大概我会抓6到10个之间。6到10。对，那一开始可能是在我工作室，但如果之后要器材，我可能会租借外面的健身房。OK， 所以就是看学员的程度，然后决定在哪个地方使用什么样的场地跟器材去。对，像1对1的话，我就会直接借外面健身房教，因为他的需求可能会更不一样，就是客制化。1对1的课就会像今天我们这样子的状态。对。那当然，一堂课大概多久时间？1个小时到75分钟左右。通常第一堂我会抓到90分钟，因为第一堂我还会就是赠送一个全身性的评估检测。就是什么呀？不是，我教他做一些动作。我是没有那么怪力乱神的戏。有点像刚刚他会讲说，比如说你做这动作的时候，你右边比较弱，然后他可能就会跟你说，那如果是这样，也许他的推拿可以协助你，或者是说像刚刚例子，可能要寻求中医的帮助，让他可以比较稳健的在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对，我觉得就是这套系统算是我指导你给我一个礼物吧。对，他就是让我实践了大概2年之后，觉得时机成熟，然后慢慢把它推广出来。对，我觉得整个成效也是还蛮不错的。对，我们今天很谢谢 Davis 来教我们这么多，然后让我们就是偶尔健身的人跟常常健身的人都有新的学习，还有从来没有健身的人也有很多的体验。对，镜头外的例子，灵魂已经回家了。对，那我们相关的就是 Davis 的一些课程的资讯啊，或者是这个无波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那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你的身体怎么运用，然后想要让自己的肌肉更强健的话，然后结合脉轮有更好的学习，都可以找 Davis。那我们就谢谢 Davis， 谢谢，拜拜。
我觉得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呢，我很想要邀请 Davis 来教我们现代人常常看手机啊，然后看电脑久坐，所以我们都会有乌龟脖，就是我们都会有一个就是好像脖子前倾的状况，是不是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可以做做看。有。好，那通常其实我觉得在运动之前最需要改变的是你日常生活的习惯。就比如说你很常看手机，你可以把手机再拿高一点啊。对，或者是你很常那个在沙发上很像这样坐着。对，这个其实就会造成你这边颈椎有问题的最大的来源。所以你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你是这样做的吗？几乎，对我很少靠在上面。对，所以这个就是日常生活习惯，一定是要第一个先去改变的，那再来才是谈这个训练跟放松的东西。那放松的话，因为颈部这边有360度的肌肉，那因为我们是比较偏前倾嘛，所以前后的肌肉都是比较被拉扯的。那其实它很简单，就是往上看跟往下看就 OK。所以就是往上看，然后甚至你可以用一点点的手指力量，手压一点点的力量，压额头，对。或者是往下压一点点力量就好了，不要太大力。对，那每个动作都停大概15秒到30秒左右，做3组。好。对，左右边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侧倒，然后另外一只手可以轻轻的扶着你的头，再往下压一点点，让你的肌肉有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张力，酸酸的就可以了。那也是停15秒到30秒，然后做3组。对，因为通常乌龟脖就是会这样子嘛，就慢慢反向的训练它。要怎么用呢？我们把毛巾稍微折起来，就让它可以直接扣在你的这个后脑勺这里，然后这样子捞住你的后脑勺。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是把你的下巴用力往后收，把你的双下巴挤出来，这样子往后收，会用点力量，然后大概停10秒左右。好，下巴用力往后收哦，对，再用一点，对，10秒钟，很好。9、8、7、6、5、4、3、2、1，好。有那么累吗？我觉得我后面好像整个背都在用力，整个背都在用力，是正常的吗？正常，因为有些人是背这边也会牵扯下来，就会很紧。好，够，手都可以再往前一点。对，最主要是看后面这边有没有变成一个平的这样子的感觉。有吗？有，现在有。好，要保持呼吸，不要闭气哦。4、3、2、1 ，OK， 好。很热哎。很热哦。很热啊，我没有想过做乌龟脖这么累。好，谢谢，好，分享给大家。分享给大家。